嘿，朋友们，今天想跟大伙儿聊一件特别沉重，但又不得不说的事儿。这事儿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心头，让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。咱们都知道，南航一位机长，一个正值壮年、前途无量的飞行员，在伤害了同事之后，从高楼一跃而下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这消息一出来，简直就像一颗炸雷在平静的湖面炸开，所有人都惊了。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，这人怎么这么冲动，心理素质不行吧？但今天我想带大家往深处挖一挖，看看这冰山之下到底隐藏着怎样一个令人窒息的世界。咱们得明白，他最后没有选择带着一飞机的乘客离开，这已经是绝望中的一丝人性光辉，否则那将是又一个东航 MU5735，是几百个家庭无法愈合的伤痛，想一想都让人不寒而栗。可即便悲剧只发生在地面，它的冲击力也足以撕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，让我们窥见一个千疮百孔的系统。这位李机长31岁，正是飞行员的黄金年龄，能直飞空客 A321 这种主流机型，说明他的技术和经验都经过了千锤百炼。可就是这样一个天之骄子，却在一次所谓的内部考核后，情绪彻底失控，拔刀相向，最终走向了绝路。官方通报轻描淡写地说，他在接受资质能力排查时被评为不合格，谈话中情绪激动，排查报告写得更是可笑，说他通讯失效的应急程序掌握不准，连驾驶舱电子门的密码都记不熟。大家听听，这像话吗？这就像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突然被指责不会用手术刀一样荒谬。一个飞了数千小时的机长，每天都要跟这些程序和设备打交道，这些东西早就刻进了他的肌肉记忆里，怎么可能犯这种新手才会犯的低级错误？这背后的潜台词，圈子里的人都心知肚明。这份报告根本不是在评估他的飞行能力，而是在审判他的出身，审判他是不是听话的自己人。要彻底看懂这件事，咱们得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几十年前，看看咱们国家的民航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。最早的时候，民航那可是个神圣又严肃的地方，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。培养一个飞行员，那过程叫一个漫长，成本叫一个高昂，没个3、4年苦练根本出不来。那时候的飞行员是真正的天之骄子，是空中铁饭碗，选拔标准严得像筛金子，淘汰率高得吓人。可进入21世纪后，风向变了，民航市场化的大门一开，各种民营航空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，市场蛋糕做大了，可做蛋糕的师傅，也就是飞行员，却严重不够用了。于是一场疯狂的挖人大战开始了，各大航司挥舞着钞票，从3大行，也就是国航、东航、南航这些老牌国企里疯狂挖人，一时间跳槽成了风潮。这下3大行可坐不住了，他们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？于是一个堪称现代版卖身契的飞行员有序流动协议就出炉了。这协议听着冠冕堂皇，说白了就是一道无形的枷锁，把飞行员死死地锁在了原来的公司。你想跳槽，行啊，先拿出几百万的天价违约金，而且你原来的东家还得点头同意。最要命的是，你的飞行档案、执照这些命根子都攥在人家手里，人家不放行，你就是孙悟空也翻不出这五指山。飞行员这个曾经无比自由的职业，就这样变成了航空农奴。如果说这还只是限制了自由，大家咬咬牙，想着多飞多挣钱，日子还能过下去，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，则彻底污染了整个行业的生态，那就是自费飞行员的出现。从2007年开始，3大行打着缓解飞行员短缺的旗号，搞起了自费招飞。这扇门一开，就再也关不上了。它成了一条专为关系户铺设的黄金跑道，不再需要通过航校那种严苛的层层选拔，航司内部自己说了算。那考什么呢？考的
不是你的技术，而是你的背景，是你爸是谁。于是乎，我们看到了各种非二代、烟二代、电二代，像潮水一样涌入了驾驶舱。大家看看咱们身边，电力、烟草、铁路，哪个旱涝保收的好单位没被关系户塞得满满当当？一个技术性极强的岗位，硬生生变成了圈子里的世袭罔替。这股歪风，终于还是吹进了对安全要求最高的民航业。这些关系户进来后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。他们飞的是宽体大飞机，跑的是光鲜亮丽的国际长航线，排班轻松，挣得却盆满钵满。有的人一个月就飞几个起落，年终奖却一分不少，甚至还有专门的资深教员给他们当陪练。你大胆飞，出了事有老师傅给你兜着。而像李机长这样靠着自己一步一个脚印，从牙缝里省出时间和精力苦熬出来的普通飞行员呢，他们只能飞那些窄体机，执行那些飞一次累脱层皮的红眼航班和偏远航线，一天起降4次是家常便饭。风里来雨里去，挣的钱还不如人家在休息室里喝咖啡的二机长多。李机长就是这千千万万被压在底层的普通飞行员的一个缩影。他没有显赫的家世，不是谁谁谁的儿子，他能熬到机长的位置，本身已经是一种奇迹。可就在他职业生涯最关键的时刻，一次所谓的资质排查，像一记闷棍，把他从云端直接打入了地狱。这几年来，资质排查已经成了航司手里的一把万能钥匙，一把可以随意裁决飞行员命运的尚方宝剑。公司想整谁，就给他来一次排查，就算你飞得再好，也能从态度问题、程序不熟、沟通不畅这些主观性极强的口袋罪里给你找出毛病。一旦你被贴上不合格的标签，接下来就是一套让你绝望的流程：降级、停飞、重新培训，然后等着排班待飞50个小时才能复飞。可这50个小时从哪儿来？得靠领导排班，排班的权力在谁手里？在那些圈子里的人手里，他们会先紧着谁？答案不言而喻。你一个没背景的普通人，就慢慢等吧，等个半年1年，你的飞行技术早就生疏了，执照也快过期了。这时候你想走，对不起，天价违约金等着你。公司还说你欠着培训费。你想去国外发展，民航局不给你开具飞行记录证明，你连门都出不去，留下是无尽的折磨和等待，离开是天价的赔偿和封锁。你被困在一个透明的笼子里，动弹不得，还要被贴上情绪有问题的标签。换作是你，你会不会疯？更可怕的是，公司还会假惺惺的给你搞心理疏导，让你签字画押，承认自己有问题。只要你流露出一点压力大、对现状不满的意思，他们立刻就能给你扣上一顶心理状态不稳定，可能影响飞行安全的帽子，名正言顺的让你无限期停飞。这整套流程表面上看是精细化管理，是为了飞行安全，实际上就是一场精准的清洗，是把不听话、没背景的人清除出队伍的手段。李机长的悲剧绝不是个例，他是一个被制度活活逼死的典型。他用尽全力攀登，却在山顶被制度一脚踹下悬崖。他最后的爆发，没有选择玉石俱焚，已经是这个绝望的人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克制。他只是把怒火对准了那些直接压迫他的人，然后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后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把这个系统内部已经腐烂流脓的伤口，血淋淋的撕开，摆在了所有人面前。可是系统回应了吗？没有。民航局沉默了，南航沉默了，连一个像样的公开调查和追责都没有，更没有人站出来反思，是不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？是不是排查流程本身就存在巨大的漏洞和寻租空间？是不是对普通飞行员的权益保护机制已经形同虚设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具冰冷的刑事案件正在侦办中。但我们都知道，这根本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，这是一个被体制的巨轮碾碎的人，在生命最后一刻
发出的气血悲鸣。而这套吃人的体制早已不只是民行业的问题，它像一张无形的巨网，笼罩在各行各业。只要是那些资源密集、外人难以进入的领域，关系户早已盘根错节，形成了一个个针插不进、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。只是这一次，这股歪风吹到了万米高空，而高空之上没有犯错的余地。办公室里用关系混日子，最多是效率低下；但在驾驶舱里用关系混日子，赌上的是几百条活生生的人命。当一个系统的评价标准从飞得稳变成了站队稳，那离真正的灾难也就不远了。李机长的离去只是一个开始，一个血色的警告。如果这个系统再不刮骨疗毒，再不把那些靠背景混进来的寄生虫清理出去，再不把飞行员自由流动的基本职业权利还给他们，那么这样的悲剧绝不会是最后一起。这不是某个人的情绪崩溃，这是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在拉响警报。你可以删帖，可以降热搜，可以开会强调稳定，但现实不会陪你演戏。飞行员不是冰冷的机器零件，他们是掌握着无数人生命的关键先生。他们的崩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，而是制度的堤坝早已裂开了无数缝隙，只是长久以来我们都假装看不见而已。希望大家不要再把矛头指向那个已经逝去的年轻人，说什么他不适合飞行，真正不适合飞行的是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制度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